荣耀 Magic 4至臻版、三星 S22 Ultra 这两台旗舰手机在硬件上有很多的渊源啊。那么今天就来对比一下这两台手机。那开头还是先问一下各位，你们对这两台手机哪台更感兴趣呢？如果对荣耀 Magic 4至臻版更感兴趣，打1；对三星 S22 Ultra 感兴趣，打2。之前我们聊过了荣耀 Magic 4至臻版，它的主摄真的非常猛，参数非常厉害，但是它的供应商呢是三星啊，是三星给荣耀提供的。三星呢也有自己的旗舰手机 S22 Ultra。那么长话短说，今天我们就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虽然说我们节目大部分时长都是在聊设备啊，不过我们还是一档摄影节目，我们每期呢都会拍摄一些摄影作品，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。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，但照片更长久。前面的照片呢，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，希望可以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。欢迎收看 ZPH， 我们会聊手机、聊摄影、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。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对比。正式对比前，先唠叨一句啊，我发现有的朋友比较关心手机成像的逻辑算法，比如说什么融合算法之类的，这些都是过程啊，我这儿直接告诉大家结果。我不关心这个过程是什么 sin cosine 得到 tangent 的 cotangent 的，还是算法里边有什么量子力学，就算这手机里边塞进一个永动机，我也不关心，我只看结果。荣耀 Magic 4至臻版后摄是3颗干活的镜头，其他的都是辅助成像的设备。三星 S22 Ultra 后摄是4颗干活的镜头，没有凑数镜头，而且比荣耀多了一个更长的10倍镜头。荣耀 Magic 4至臻版的拍摄界面中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但是最左边的7倍并不是一颗光学镜头，它是3.5倍镜头的数码变焦。虽然说在拍照界面中，荣耀给了一个0.6倍的默认超广角按钮，这肯定是他希望用户多多去用的吧，但是他还藏了一个更广的超广角，我也不知道你藏它干嘛，就是在当前界面下你再蹬一下才会出现更广的超广角。三星 S22 Ultra 的拍摄界面中是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对应的都是光学镜头。在后面的内容里，荣耀 Magic 4至臻版简称荣耀，三星 S22 Ultra 简称三星。那么我们先从主摄开始说起。从主摄的硬件参数上看，荣耀的感光器面积更大，光圈更大，三星的像素更高，视角稍微广一点啊。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广。从第一组主摄拍摄样片看，两台主摄的成像风格、色彩方面都挺好的啊。荣耀这边的景物拍得更大一些，那是因为荣耀的1倍会默认裁切1圈4边的画面，来保证边角画质。那么在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也应该是荣耀的看起来更清楚。那如果各比各的呢，三星那边的表现也不错。边角画质方面，既然荣耀都已经默认裁切了1圈画面了，那边角画质应该是强于三星的。那从实际的成片效果看，确实也是它更强。再看一组主摄拍摄的样片，颜色方面两台主摄拍得很接近啊，都挺好看的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台主摄做的都挺好。边角画质方面还是没有悬念啊，虽然说荣耀那边还是有所下降，但是从成片效果上看还是强于三星的。它毕竟已经裁切了1圈嘛，应该的。荣耀的高清模式就不裁切4周画面了，所以视角就比默认模式要广。
和三星的高清模式比，由于荣耀的是5000万像素，三星的是1亿像素，那在解析力方面是三星的效果更好一些。在高清模式下，荣耀的主摄就不自动裁切一圈画面了，那这时候就可以看看这颗主摄的光学素质怎么样了。边角画质方面，你还别说啊，这么大的底，这么大的光圈，这颗主摄的光学素质还是不错的。三星的高清模式还有一个1亿像素增强模式，那在增强模式的加持下，解析力方面确实是三星的更胜一筹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从硬件上说，荣耀的感光器更大，像素更高。视角方面，默认模式下，我们就聊荣耀给出来的默认 0.6 倍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两台超广角拍的色彩都挺好看的，而且很接近。在默认视角上，三星的更广一些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荣耀这边的像素更高啊，它默认输出的是1600万像素，三星是1200万，所以解析力方面，荣耀的看起来更好。边角画质方面，虽然说荣耀默认也裁切了一圈画面，但是还是有下降的啊。从这组看，两台超广角下降的差不多。再看一张超广角拍的样片，这回在色彩上两边就不太一样了。在中心解析力方面，荣耀发挥的也不是很稳定，在这组上看着解析力就没有三星的高了。边角画质方面同样也是不稳定的啊，这回下降的看起来比三星的更多。荣耀的超广角也有高清模式，6400万像素，但是跟普通模式比呢，除了视角大一圈以外，颜色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，这点跟上期的测试是差不多的。那跟三星的普通模式比，在解析力方面不但没有提升，反而还下降了啊，这点也跟上次的测试是差不多的。现在看到的是荣耀超广角的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的对比，可以看到它的高清模式还不如普通模式好。再看一组荣耀的高清模式对比吧，跟三星的普通模式比还是一样啊，中心解析力没有三星的强。这再说一嘴微距的对比啊，因为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最好的镜头都是超广角镜头，那么从实拍样片上看呢，两台手机的表现都还不错，效果也都挺理想。再说中长焦的对比，咱们先说中焦，荣耀的中焦是3.5倍，三星是3倍。在硬件参数上，感光器荣耀的更大，像素荣耀的更高。长焦方面，荣耀就没有了，它只能靠3.5倍的数码变焦了。三星是有一颗10倍的光学镜头的。中长焦的对比，咱们先从2倍开始说，它们的2倍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但是大家用的比较多嘛，咱们就看一下啊。解析力方面看起来是三星的更好，但这个是它更重的锐化带来的。下边就正式看中焦的对比，荣耀是3.5倍，三星是3倍。荣耀的焦段更长啊，它的景物拍的就更大，它的像素也是更高，所以放大看呢，也应该是它的更清楚。三星那边的表现也不错啊。再看一组中焦的对比样片，在解析力方面，这回荣耀发挥出了它的高像素大底的优势，解析力方面确实比三星强。荣耀的中焦是有64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的，那么在解析力方面跟三星比，跟刚才普通模式的对比差不多哈。这也符合上次荣耀 Magic 4的介绍节目，它的高清模式不下降就不错了。现在看到的是长焦的对比，至臻版的长焦数码变焦是7倍，并不是10倍啊，这点很迷啊。但是呢，它也确实打不过三星的10倍光学镜头。可以再看一组长焦的对比啊，虽然说焦段看起来比中焦更接近，但是实际呈现的解析力方面，确实是光学镜头的三星更胜一筹。再看人像模式的表现，荣耀这边的人像模式是用主摄来拍，三星可以用主摄跟中焦来拍。在成像风格上、肤色上，荣耀的好看一些啊，白嫩一些，但是抠图的效果是三星的更好。再看直出宽容度的效果，这两台手机在大光比的场景下，软件使的劲儿都非常大啊，可能荣耀使的劲儿更大吧。你可以看到它的暗部细节有使劲儿提升的痕迹，但是劲儿一使大了就容易出问题啊。这几代的荣耀手机在拍摄这种大光比的场景时，暗部细节都会变得模糊。三星那边虽然说有噪点，但是还是清楚的。那荣耀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在暗部细节上都容易出现模糊的问题。尤其是这两组主摄跟超广角的样片啊，模糊的有点过分了。像这两组也是啊，我就不放大了，大家都应该能看出来，暗部细节模糊的问题呢，都快成为荣耀的传统了。我希望荣耀赶紧改啊。再看夜景的表现，荣耀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，三星是可以关闭的。这样呢，我想拍快点、拍暗点就直接拍，想拍亮点、拍好点就用夜景模式就可以了。先看比较亮的城市照明环境。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表现都非常不错，但是亮部细节呢，荣耀的表现更好一些。那毕竟它有自动夜景嘛，应该也是它更好。这个场景光线更暗了一些啊。主摄的表现，两台手机都很不错。超广角的表现嘛，荣耀的自动夜景稍微强一点。
这个场景亮度又暗了一些，两台主摄的成片呢出现了区别。荣耀这边涂抹感很重啊，都不清楚了。三星那边的细节倒是清楚，但是噪点多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相同场景，两台超广角在应付起来都有点吃力了。荣耀的就说稍微更好一点吧，它毕竟自动夜景嘛。亮度再暗一些，就来到了女流氓小巷，这个场景就得打开夜景模式了，因为比较暗啊。主摄的表现上，乍一看是荣耀这边的细节呈现的更多，我们看的不是亮度啊，是细节呈现。但是放大看呢，清晰度是三星的更高。相同场景，超广角的表现不用放大也能看出来是三星的更好。祖传神树场景更暗了，两台主摄的表现都很不错，超广角的表现三星的更好。健身器场所乍一看是荣耀的表现更好，但是放大看呢是三星的细节更多，超广角的表现还是三星的更好。祖传神树 Pro 场景是最暗的场景了，两台主摄的表现都凑合吧，反正放大看都花了吧唧的。超广角的表现三星的更好。视频录制的对比，我们用的都是默认设置，而且看的是大家最关心的防抖的表现怎么样。现在看的是主摄，两台手机的表现都不错，色彩清晰度都很好，防抖也不错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，颜色上我更喜欢三星的一些啊，清晰度、防抖两台手机的表现都挺好。现在是荣耀的5倍跟三星的3倍录像的对比，荣耀的第二个光学的录像焦段是5倍啊，不是3.5倍了。现在是10倍焦段的录像对比，荣耀那边是数码变焦，三星是10倍的光学镜头，但由于是 1080P 的分辨率呢，荣耀那边看着也不错，但是放大看的话还是三星的更清晰。夜晚的走路录像对比，荣耀的清晰度看着更高一些，防抖两台手机表现的都不错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，虽然说防抖上是荣耀的更好，但是整体视频质量上肯定是三星的更好。录像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巷，主摄的表现上三星看起来更亮一些，但是防抖跟清晰度都是荣耀的更好。超广角的表现三星的更好，但是好的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工业设计方面，这两台手机都很有特点啊，我都挺喜欢的。荣耀的造型稍微复杂一些，但是看起来质感不错，也很有特点。三星就是平直硬朗。荣耀别看体积小，但是它更厚，而且也更重。只不过跟三星比呢，这点重量也无所谓了。屏幕的显示效果，两台手机做的都非常不错啊，毕竟是旗舰机嘛。只不过荣耀的屏幕再好，跟三星面前也说不出什么好。前摄的造型差距还是比较大的。荣耀这个药丸设计呢是三星抛弃的设计，三星现在是中置的一个小开孔。那么有多少人喜欢荣耀的小药丸造型呢？性能方面，这两台手机应该是比较相近的，这点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啊。电池是三星的大一些，5000毫安，荣耀是4600。那具体的性能啊、发热啊、跑分啊，这些都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，我们是专门聊影像的节目。那下面就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了。主摄的表现上，两台手机都不错，尤其是 Magic 4至臻版的主摄底非常大，光圈也大，但它的光学素质还是很好的。这点供应商三星的表现很不错。高像素模式的解析力 S22 Ultra 的优势很明显。超广角的表现 S22 Ultra 的好点，默认模式是它的视角更广，而且 Magic 4至臻版的高清模式的表现有点糟糕。中长焦的表现，中焦上 Magic 4至臻版更好，长焦是 S22 Ultra 的更好。直出宽度的表现 S22 Ultra 的更好，差距很明显。荣耀何时才能改正大光比场景中暗部发虚的问题呢？夜景的表现，两台手机都不错啊。如果你不在乎自动夜景捣乱的话 ，Magic 4至臻版的主摄和超广角的高光压制还是很不错的。但是综合所有镜头，再加上夜景模式以及清晰度的表现，还是 S22 的更出色。录像的表现，各场景算是各有胜负啊。区别比较大的是，白天长焦的表现是 S22 Ultra 更好，极暗环境下 Magic 4至臻版的主摄表现更好。OK， 到结尾了，希望上面内容呢对您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。结尾呢就不再放摄影作品了，我想看看完播率怎么样，还是希望您能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